过年前我们腌制的腊大骨只剩最后一根了。这里是新鲜的排骨，还有新鲜的猪尾骨。今天来做一个腊大骨煮宣大骨，想想我就已经流口水了。先把它宰成块。这个排骨是冻过一下的，还没有时间拿出来解冻。这一根腊大骨也给它宰一下。 稍微宰来小块一点，方便等一下吃嘛。加入清水，先给它洗一下。这个新鲜的排骨在剁之前我就已经清洗干净的，只有这个腊大骨没有洗。清洗好的骨头下锅先焯一下水，来上一点姜葱。这一步主要就是去除它的血水，还有泡泡那些。焯开过后，把这些浮沫全部打掉。 再煮3分钟过后捞出来冲洗干净。很多朋友会问，既然要冲洗，为什么还要多此一举打浮沫？如果这个浮沫不打的话，它就会全部扒在肉上面，比较难洗干净。大家看这个汤，就轻轻的煮一下就是迅白的。锅内来一丁点儿植物油，不要太多了。放点油，主要是防止这个排骨还有猪尾骨下锅的时候粘锅。下入清洗好的骨头，先给它翻炒一下，来上2片姜葱，稍有煸炒过后加入水，汤稍微加来多一点，因为炖的时间比较长嘛。 烧开过后，再次把这些浮沫打去，这些就是刚才炒这个骨头的浮油。打去浮沫过后，丢上几块干发椒，把它转入汤锅中，用这个小火给它炖1个小时。这个时候我们先不要忙着看动画片，把辅料准备起。这个是青菜头，这里还有山药，大家也可以放玉米呀。 或者是自己喜欢吃的蔬菜，比如萝卜这些都可以。青菜头先把皮削掉，用我们这里的话喊的话叫菜老块儿。上次削这个皮削到手了，现在心里面有阴影了，真的感觉有点害怕。一削这个皮的话，心里面就是虚的。这个就叫做一朝被蛇咬，10年怕井绳。算了，我还是老老实实的用这个削皮刀削。 这个刀就很安全了，随便整。菜老块削完了，现在削这个厉害的山药。如果你买的时候不用叫年轻老板娘帮你削好的话，可以便宜5、6钱一斤。如果你要叫他帮你削的话，就要贵5、9哦。清洗干净的菜头切成滚刀。这个菜头的叶子我们一般就是拿来挖盐菜的，平时吃的那个烧白下面垫底的。 削皮洗净的山药也切成滚刀，这个非常的滑，手抓都抓不稳。上面全是这种旋旋，大家在切的时候要小心一点哦。锅内水开，下入这个山药，焯一下水的目的就是去除山药表皮那个旋旋，焯开把它露出来就可以了。前2天我不是在外面吃面吗？然后有一个初中的小朋友。 结账的时候，他问老板可不可以用那个 QQ 支付，我居然不知道还有 QQ 支付，然后我就去看了一下 ，QQ 真的是出支付了，不过好像在外面的话，好像没有看到有 QQ 支付收款的吧？大家有没有看到过用那个 QQ 支付收款的？这个汤的时间炖来差不多了，揭开盖子，哇，一股香味飘来，也是迅白的。 你们看，老板又跟我发视频来监控我了。咋子？来电没有嘛？来了。咋个你电脑没得声音的呀？音响没插。先挂了，等下我吃饭再来。好了。我吃饭再来说。哦。哎，老火，把里面的这个姜葱全部拈出来，不要。 再把这个青菜头和山药一起放进去，先和转，
现在要调味一点盐哦，不需要太多，因为腊大骨比较寒，会煮出盐味来。胡椒粉儿、鸡精，给它和转呢。盖上盖子，用中火再给它煮6分钟，把菜老块和山药煮趴。这个汤已经煮来差不多了，现在关火，看一下是不是满都是食欲啊？拿个大一点的夹子，先舀1碗出来，因为这里比较多，我们一顿是肯定吃不完的。最后撒上一点性感的葱花，美味继承，看起来真的是太香了，太有食欲了。非常好吃的腊大骨炖排骨就做好了，榛子炖出来是汤鲜入乱，荤素搭配，营养健康，非常的好吃，并且还下饭。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着，有时间的时候试着告一下，不喜欢的免费看完就炸个。开吃了啊，没有饮料，直接干饭。哇，这个菜头好鲜嫩，骨头还是要先啃起。好吃。这个鲜骨头啃起来已经非常的软烂了，我们再来啃一个腊大骨。香啊！可能很多朋友会问我，没有腊大骨怎么告一下？没有腊大骨的朋友可以把它换成腊肉。当然味道肯定会稍微差一点，但是整体的味型它们是差不多的。家庭条件再好一点的朋友，可以换成火腿。换成火腿炖全汤的话，又爱一惨了。其实这道菜啊，所有的精华都在这个汤里面。我先舀一勺汤，帮你们告一下这个味道到底如何。哇！这个鲜味真的是，这鲜味我都不知道用什么来形容了，太鲜了，并且有那个辣香味，又鲜又香。没点赞的朋友帮我点个赞，这种日子真的不要太爽了。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撒够了，我还要干一碗饭。我是想念，咱们下期见，拜拜。今天我们用这一块胆水豆腐和这一块做的肉，给大家做一道非常经典的川味农家菜。老规矩，还是先把皮烧一下。今天我们要做的是两面黄熬锅肉，做熬锅肉一定要选择我今天这种头刀做的肉，就是挨着猪尾巴那里那一块肉，熬起来才香。还是用流水挂洗，清洗干净的做的肉下入锅中，加一点姜葱、料酒、干发椒，烧开过后先给它煮25分钟，煮熟。豆腐现在把它切成小块，正方形的哈，不要切三角形的。三角形的在我们四川的话，反正就是不好的意思。有没有懂的朋友切三角形什么意思的，在评论给大家打出来一下呗。锅内来一点油，下入切好的豆腐煎，这样子拿起来晃动，才能让它受热均匀。一面煎好过后，给它翻上一面。没有翻过来的，我们用筷子翻一下，因为这个油比较多，不敢甩大了。豆腐已经煎至两面金黄，现在先把它夹出来控油就可以了。这个肉也煮来差不多了，现在给它夹出来，先自然晾凉。再来准备几个青椒，给它切成片。我这个辣椒是螺丝椒。再来切上一点姜葱蒜。再来一点允川豆豉。现在把做的肉切成片。这个做的肉的价钱比普通的前腿、后腿还有五花还更便宜，一共是便宜2块钱一斤，做的只要20，那些肉22。这个肉你不要看起来它肥哈，吃起来真的是香，并且一点都不闷脑壳。这个肉看着真的就安逸呀。
这个肚皮已经在叫唤了，现在12点多了，我们赶紧炒起。将就姜菜煎豆腐这个锅，下入切好了做的肉。最近不知道是不是那个牛鞭吃多了，大家看一下嘛，嘴角都开始有点烂了。吃的牛鞭特别上火。先把它的肥油熬出来，吃起来才香。现在熬出了非常多的油，我们先舀一点出来，下入姜葱蒜豆豉，来上2滴老抽酱油，四川豆瓣儿，白糖1小勺。熬锅肉其实就是回锅肉，但是一般不放甜面酱，因为农家做法嘛，农村家庭都不备甜面酱。你们看这个肉卷起，要有好安逸就有好安逸。炒香出色，下青椒、两面黄，翻炒匀净。谷氨酸钠，来一点毛毛醋，增加一个鲜味。在锅里面看起来就已经特别的香了。烧油煸炒过后，关火出锅。这就是充满诱惑的下饭的味道，非常好吃的两面黄熬锅肉就做好了，榛子做出来就是下饭的味道，家常的味道。豆腐吃起来是外酥内嫩，熬锅肉吃起来是特别的香。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着，有时间的时候试着告一下，不喜欢的免费看完就杀个。大家有没有发现，我一个人在屋头的时候啊，都是用这个大碗吃饭，因为方便，不用舀2次，直接一次性就搞定了。香。哎呦，这个嘴角有点痛。吃饭不敢把嘴巴张大了，以后还是少吃一点那个。哇，这个两面黄才该用。把手馋了。这道菜我想基本上所有四川人都应该吃过吧。青椒可以换成蒜苗啦、萝卜筋这些都可以。这个肉卷起的也是安逸，一点都不油腻。有一点要跟大家说一下，就是这个肉不能煮太趴了，如果煮太趴了的话，吃起来就会油腻哦。没点赞的朋友帮忙把赞点起哈，这个赞是不能少的哦。